大家好，今天说一个比较有趣的冷知识，知道的有一段时间了，但头一次这么说啊，正式说一下。它呢，smooth 啊是一个长度单位，那这个呢就是躺在中间那个小伙啊，就叫 smooth 啊，当时就被一个大活人啊当一个计量一个尺子去量了这么一个大桥啊。那么干这事儿的呢是58年兰布达 Chi 阿尔法，或者说俗称的兰布达 Chi 兄弟会啊。这个兄弟会呢是麻省理工里头一个著名的兄弟会。那当时呢是测得剑桥和波士顿这两个城市啊之间的哈佛大桥，一共测得364.3 smooth啊，并且加减一个耳朵啊，这是当时涂在这个桥上的这个印记，看到那个加减啊，下面减号当时还没写，就是因为测量不精确啊，大家晚上喝了酒，又是天又黑啊，所以有这么一个就是为了以示精确啊，我们这个没办法，因为大活人啊没办法测得非常精确，所以呢以示科学啊，说了有一个耳朵的这么一个叫啥来着误差啊。那当时呢 ，e-smooth 它转换成标准长度的话，大概170.18厘米，或者5.58多少这个英尺啊，那么67英寸。那么校准呢，它经过其实好几次校准，15年的时候重新量啊是371.3 smooth，那加减一耳朵。那这个时候呢是这位小伙子已经57岁了。而16年愚人节隔年，这个是官方正式公布校准之后的 smooth 啊，这 smooth 还写错了，这得确认啊。这个 smooth 在所有作为计量单位的时候呢，应该是大写，全大写啊，否则的话它这个首字母大写应该是人名，小写的话呢就是其他单词了啊，这还写错了，强调一下啊，这个已经变成1.67米了啊，耳朵重新校准为62.999，好吧，这后面这么多的毫米啊，那这件事情呢也专门发布在麻省理工官方网站的新闻里头，而这个呢在哈佛大桥一端啊，这个应该是那个波士顿啊这一波。不对，剑桥这一端是62年这届同学会捐赠的一个名牌，专门记载了08年校准之后以及整个事件的由来啊。那这位兄弟呢是奥利弗smooth，那40年出生，58年的被称为 smooth，62年毕业，那么64年结婚啊，01年到02年是作为美国国家标准协会的主席，03年到04年呢，直接是担任了国家标准化组织ISO 的主席。那么11年呢 ，smooth 这是作为正式词条收录在第5版美国传统词典当中啊。它的应用呢，其实也很广泛啊，比如说那个14年有人匿名为这哈佛大桥添置路灯，那么要求安装的密度呢，就是每30 smooth 立一个啊，也就是在这个大桥上，它唯一的标准的计量单位就是 smooth， 它在桥上基本上是每隔10 smooth 会画一条杠标下现在是多少100、200、250，那么中间它略过了70因为当时测量的时候就略过了，不是测量的时候呢。不是略过测量的时候，当时他少画一个，后来也变成传统。而且每年麻省理工的学员就是这个学生会，这个兄弟会阿尔法 Chi 兄弟会会专门去重新油漆一遍，以便让这个额外的这一个计量永远在这上头永续下去包括谷歌计算器里头你可以选有这个 smooth， 它是按照67英寸最早年的那个进行计算的。那谷歌地图也有，谷歌地球和地图都有，比如说还截了一下，这是谷歌 Earth 谷歌地图。那你看它这个米是默认单位其他都可以选。那里头在英里马之后，只有一个 smooth 那我们中国古人有说古人那个不是叫古人这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呢，对于人生的这个3不朽要求是什么？立德、立功、立言、立德。那么 smooth 基本上是立了言了因为这个进入到了各个领域，而且是成为标准比如说只要是那个，比如说谷歌
啊，只要是它不倒，那它相关的服务里头，这 Smoot 就变成一个标准的这个计量单位，更不用说 Smoot 本人后来还担当了国际标准委员会的这个主席，这个是真正把这个 Smoot 夯实为了一个人类历史或者科学计算里头的一个标准单位啊。而 YouTube 想一想啊，古人没有 YouTube， 对吧？古人没有这种网站，那古人呢，他的立功、立德、立言都非常惊险啊，要几乎是开天辟地的这种功劳才行。那么现在呢 YouTube， 可能你只要是大家在这上头认认真真创作视频，就有可能完成了立言。这个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三不朽。为啥呢？你得说你把你镶入到了整个文化或者说人类文明进程当中，只要是互联网还在只要是这个网络不断，那么你永远会被人重新调出来看当然有没有人看你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欢迎大家也订阅我这儿大妈的多重宇宙一起来不朽。对我触动最大的呢，Smoot其实知道了很多年了，但是今天重新拿出来讲的是感觉它其实整个这个活动反而是有一种科学精神在这里头。为啥？当时晚上吧，兄弟会，反正那个你要入会，要完成一些别人没有完成过的这个壮举。那当时呢，大家提议干这件事情，就是拿 Smoot 当一个尺子去量这个桥认为是当时就是当届58年那一届这个兄弟会里头所有主义里头最科学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呢，拿大活人当尺子去量一座桥这座桥600多米长那个会有叫啥来着？会让整个测量的劳动强度最大因为刚一开始他还能自己爬起来往前爬下2下，自己爬起来往下爬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已经没力气了，天气冷，所以后面半程的是被他兄弟们把他直接扛着拖着去测量完的所以整个的劳动强度非常大那因为那劳动强度其实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说这一个活动它持续了整个大半夜这个5-6个小时，将近对5-6个小时才5-6个小时搞得定吧？我想一想总之，因为劳动强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包含最多所以是当时最科学的。但是校友们呢，把这一次劳动成果呢，是认认真真推广到了各种各样的领域当中，包括后来进入到谷歌的这个线上服务等等等等。那么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就变成啥呢？麻省理工这一个著名的理工学校它所代表的创造力和欢乐的最好例证11年，麻省理工博物馆为了纪念他们建校150周年推出的展览厅专门有一个板块，就是把这个 Smoot 测量大桥的这个照片这个全部挖出来拍了，全部展出，对当时的人或者想进入麻省理工的小朋友们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其实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国外的大学呢，因为是它都是私立的，大多数都私立的，就是特别是美国大学比如说是哈佛吧，还是牛津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比美国历史还要长，就是先有哈佛大学，后有美国。那么他们基本上都是主要经费是依赖于校友的捐赠，所以他们无论哪种派别的大学，基本上是力争让学生在大学期间呢是变成人生当中最好的时光最欢乐、最狂野、创造力最强等等等等吧，以便他们校友包括会变成叫疯狂的校友有钱人就捐大学，而不是捐自己，而不是分给自己后代或者怎么地那么可惜中国大学不是这么立的至少我感觉我的大学4年可能是人生中最低的这个时光对未来完全模糊这个诚惶诚恐除了看书缓解一点压力之外，其他的真的是在苦熬所以那么什么是大学大学应该是什么样，这个另外再说总之对这一期节目有什么触动或者还有什么想补充的随时随地可以留言欢迎留言，以及像这个邮箱发邮件我们可以另外讨论。那这也是一个线上的幻灯，随时随地大家可以回来看今天刚刚发布好，那么欢迎大家订阅大妈的多重宇宙，我们每天会聊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聊什么我都不知道随时随地会被触动。OK， 好，以上。
今天先这样。